快跑啊！官兵打来了！他们杀人放火，什么事都要做，还要吃人肉喝人血，刮人皮啊！不走，就是不走！我活半辈子什么事儿没见过，屁大的孙子哪里有乱兵来？来就来，我这个老婆子跟他们拼了！娘，你就下来吧，是真的打起来了。那些乱兵见人就杀的。死婆子视财如命，非要拉着全家一起陪葬。就是你这个灾星来了！去年冬天才冷着出奇，冻死我一窝猪仔，灾星也中了！哎呀！娘，你咋了？穿越，又是穿越！我一个中药房员工，在家看荒野求生视频好好的，怎么就穿进男频爽文了？穿成男主也行啊，偏偏是个作天作地的反派救母，在逃荒路上被男主嘎了。不行，我得活命！娘，你快醒醒啊！我们不走了，都依你，不走就是了。表哥，你带着表嫂快走吧，反正我命贱，不怕死。小天，这说的什么气话？我娘平时脾气不好，你也不能这时候祝她死呀！娘，你醒了。哪里摔着没？娘，村里人都走光了，咱们还是收拾收拾走吧。逃荒路上全是抢粮抢人的，还得防着这个男主嘎我。既然男主要去投兵，那就让他去啊！我带着儿子媳妇找个深山老林开荒种田，躲过这阵子乱兵才是正经。娘，咱们真不走啊？村长要叫人聚着走，不会出事的。我们还是跟着大家一起走吧。不走了，我就是不走。江婆子，你平时胡搅蛮缠就算了，现在还没几个孩子懂事儿，我们是要逃命，逃命知道不？你要死就自个儿死，别拖累孩子们。我不走，半道上破事多，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。等死到临头就明白了，这一天真是要气死我了。小倩，你跟我走。既然大伯哥这么说，那就麻烦你费心。这孩子听话，就白送给你拉车了。舅母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单独走？阿瑞，去给你表弟收拾东西，让他跟村长走啊。二瑞，多装点粮，把那件厚棉袄也给小天带上，让他走远些。纣王的兵马正向京城进发，我要去投奔义军，绝不在这等死。走了，赶紧的，别磨蹭。表弟在咱家长大，遇上事还是说走就走。正如娘说的，不如养条狗。那小子，你愣着干啥？快收拾东西！娘，我们也要走。谁说不走？不走难道在这等着被人砍头？我是说不跟他们大部队走，快点！巧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身子不舒服吗？我只是有点闷，想出来走走。就二瑞一个壮劳力，我和巧云背这么多东西随大流，迟早被流民抢光吃掉。娘，那些流民真的会吃人吗？人饿疯了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去你爹以前烧菜的山上，我们躲过这一波乱兵再说。那里不好住人啊，山上没粮，躲不了多久。巧云肚子这么大，能走远路吗？你是连媳妇都不想要了？啊！难道流民这样快就要来了？二瑞哥还在家吗？爷奶让我走，他们却不走。葛烧摊摔成了摊子，嫂子又改了嫁，家里还有个3岁的妮子，我哪能丢下他们逃命啊？爷奶说他们活够了，死也要死在家里。我听说小天走了，但江顺子和二瑞哥还在，就想来打听下你们怎么打算的。我们要上山去自家的摊棚躲一躲。江顺子，你们什么时候走？
我也想上山，就是我爷奶那脾气，死活不肯动。他们为什么不走？不去逃荒我能理解，连山上都不去是几个意思？难道真要在屋里等死？兵荒马乱的，得多找些知根知底的人抱团才行。走，带我去你家看看。老头子，我们死了不打紧，让孩子们去奔个活路吧。让他走也没用，天要收人，谁也跑不了。爷奶，江山子家没有走。谭根伯，二位他娘，你们也不打算走了？我正想看看村里还剩多少人，不走的又是什么打算？没什么安排，该死就死。唐耿伯，我们可以上山去躲着，虽然苦点，总比在家等死强啊。山上没地种粮，躲不了多久。要是这仗打上3、5年，迟早死光。死就死吧，早该死了。这老头是钻了牛角尖了，非要拉着全家等死。唐耿伯，你要知道，谁做江山都没有杀光老百姓、当光干皇帝的道理。现在我们只是躲避刚开始的流民和乱兵，等到战事稳了，自然会有人来管。是啊，老头子，说不定官府马上就能打赢，抓了叛兵，我们就能回来种地了。家里有人吗？我是徐家的，想问问大家要不要一起？江伯父，你敲什么门？想趁乱偷东西是不是？滚远点儿！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点安德心思。哼，贼喊捉贼，这些关着的门后，指不定躲着谁呢。既然各有各的算计，我也不必多管闲事了。娘，我们是等着小满他们一起走吗？不等了，我们这就先上山，乱兵随时会到。巧云，你留在家好好关门。二瑞，你跟我先去山上看看谭鹏的情况，看能不能助人。娘，听你的，那路可不好走，空手都要走1个时辰，还得翻山，咱们快找点。这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。你慢着点，踩实了再迈步。这山路我走惯了，你要是累了，咱就歇会。没事，跟得上。这风景搁在以后，那是花钱徒步的天堂。现在真是要了命了。些碎摊渣还能用。娘，您要是想要，棚子后面还有呢，都是以前卖不掉，倒在那里的。好，阿瑞，咱们动起来，把地上的灰铲干净，垫上新土。这棚子顶漏，雨墙漏风，得重新修补。柱子还能使，换个顶就行。有水就好办了。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。这30多岁的身体，还是透支，太厉害了。
好猜，我到底是在书里，还是回到了过去的巴蜀？娘，小天他就是个丧良心的，您别生气了，反正人都走了，以后咱不认他就是。你说谁？小天，聂翻天，只要活到结局，活到他当摄政王，我就能回现代。一定要活下去，哪怕是为了那份和平和温饱。巧云，把这3碗粥倒回锅里搅匀了，重新盛。娘，我不敢。记住，以后饭要一样盛。我是长辈，二瑞是劳力，你肚子里又有孩子，都得吃好的。没这种一锅饭分3、6、9等的规矩。娘，咱能吃啥好的呀？娘，这不合规矩。以前在娘家，我都吃锅巴水的。只要我说了算一天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吃。江婶子，二瑞哥，快开门啊！刘明进村了。二瑞哥，快跟我去！那边打起来了，刘明在抢东西。啊！二瑞，回来！这傻小子，这些流民按说没根没底，怎么敢直接跟本地人起冲突？巧云，村里待不住了，明天一早必须上山。今晚咱们不能睡觉，你要是实再困，就在桌上爬一会儿，随时准备走。娘，我都听您的，您说咋办就咋办。看我干什么？烤你的火，别冻着孩子。元神以前脾气古怪，我现在要是突然温柔起来，怕是真要把这孩子吓坏了。小云，快开门，我回来了！外面怎么样了？来了多少流民？刚才都干啥了？娘，是流民来了，还抢东西。来了20几个流民，先是要喝水，接着逼有才叔拿粮给他们做饭。有才叔家没答应，两边就打起来了。那些流民还想放火烧房，幸好我跟小满赶到时，有才叔家壮丁多，已经把人撵走了。这些流民真是可恶！有才家白天还偷咱们东西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流民敢抢他们，说明这些流民快要变暴徒了。若是再轻视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江家嫂子，走吧，上山避避。慢点，踩稳了。这位置好，流民想上来不容易，咱们居高临下，用石头都能把他们砸下去。娘，吃饱了我就去修棚子，晚上不能让您和巧云露天睡。你也别太累了，慢点干。我知道。果然有青刚子，这么新鲜，这可是救命的宝贝，有它，咱就不怕这个冬了。《救荒本草》记载，这东西能救济，虽然苦涩，但只要去色做得好，能磨粉，能做豆腐，能酿酒，这就是现成的粮食。穿越过来等了这么久，也没等来系统空间，看来我的金手指就是这脑子里的药学知识了。在别人眼里，这只是烧炭的木头，在我眼里，这树皮能健脾，这果实能填饱肚子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只要有这些，我们一家就能活下去。
行了，下面的木棒别动了。捡些石头来，用水调和稀泥，从外面把墙砌起来。光靠木条挡不住风。再说了，这山上虽然没大兽，但等到天暖和了，草丛里那些花花绿绿、长长短短的大辣条可不少。蛇不怕人，还会进屋吃耗子偷鸡。只有把墙根封死，才能睡个安稳觉。可是我不会砌墙啊。娘，我也不会。不过技能还得靠传承，还好我以前学过。巧云，你别跟着瞎忙活了，去拿一段腊骨头炖上，再蒸3碗苞米饭。好。奶娘，今天能吃肉啊？你不想吃就别吃。既然已经把男主放飞了，就没必要再虐待这俩傻孩子。不过不能变得太快，免得被当成妖孽附身。真的有肉吃？真香啊！要是小天也在。书里说原身虐待男主，看来这哥俩感情倒是不错。不过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就这么点肉，只剩这些了。我明天再想办法。巧云，下次再炖肉，多放些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？那任你上流民，肚子里有货也能多跑几步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巧云，忘了我昨天说的话了，该吃就吃。我徐家还等着你生个大胖孙子呢。媳妇儿，你吃，我这儿有萝卜，也好吃着呢。这种纯良土猪肉在现代可是特供级别的，久违的饥饿感让这肉香简直挠到了胃里的痒痒肉。这哪是饭，简直是沙子！没脱皮的苞米碎块，吃一口满嘴乱窜还渗牙，嗓子都要被划破了。我饱了，你们分了吧。穿越之后，他看着眼前的陌生的街道，空气里带着若有若无的甜香，远处的钟声缓缓敲响。他不由得伸出手，想确认这一切是不是幻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穿书了吗？怎么会在家里？声音听不清了。醒醒！山下，山下起火了！
什么起火了？娘，是村里烧起来了，二瑞哥已经出去看了。原来这是做梦。走，出去看看。被烧了，全烧了。烧了，全部烧了，咱家的房子都没了。房子没了还能盖，只要人还在就好。这乱世，受苦的永远是百姓。娘，我想下去看看，看看村里到底咋样了。看什么看？现在下面的流民正等着人去看呢，人家好抓住你割肉吃。好心害死猫！你是嫌命长了？东北傻狍子挨了一枪都知道跑，你还要回头去找谁打的你？我不下山，我去小满家探棚看看。昨晚也没顾上帮忙，不知道他们咋样了。去吧，别走远了，就在山上转。徐有才那几家没看见上山，多半是跟流民硬顶上了。哎，到哪儿都有犟种。娘，这青果有毒，您泡着它干啥？全家吃。求娘，我错了，我每天只喝清汤，我不敢再吃饭了。求娘，你一惊一乍的干啥？起来！我没事。就你现在这干柴一样的身体，还怀着孩子，只喝汤不要命呢。娘是要毒死全家吗？昨晚那是断头饭。谁说要毒死人？这些青刚子能吃，只是要先去了毒性。这玩意儿叫橡子，里面有单宁，苦涩有毒，但是只要砸开，用长流水泡上几天，毒性就没了。磨成粉做凉粉、烙饼都行。这是咱们接下来的口粮。真的能吃啊？娘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起来吧，去把早饭做了，干菜糊糊煮稠一点儿。菩萨保佑，让我少吃点这毒果子。有人买锅做饭就是好事。娘，大家都没事，小满家也做饭吃了。香啊，巧云，辛苦你了。没想到小满家炭棚比咱们的好多了。以前大柱哥就用的10片子砌墙，昨天扫干净就住下了，还有现成的灶台呢。大柱那是勤快人，可惜了。既然小满家条件这么好，小满爷爷之前怎么还一副等死的样子？不管别人，咱们得把这窝弄得像样点。我不想被冻死，也不想闻着你的脚臭味睡觉。我知道了。必须得开单间。
二瑞那呼噜声震天响，再不分开睡，我神经都要衰弱了。小满，你怎么来了？二瑞哥，嗯，江顺子，我爷爷请您过去一趟。行，我正想找小满爷聊聊。马上3月了，这天还冷得跟冰胶似的，我得问问这冬天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不然这书里的日子没法过了。果然是老猎户，这选址比我那强多了。长庚伯，我看你们这吃着都挺有章法的，我就一直想不明白，前几天村里都要走，你们为啥不上山躲躲？哎，那时候只想着没吃的，上山也就多活个10天半个月，横竖是死路一条。要是不走，赌一把，流民见我们老的老，残的残，没粮也许就不折腾我们了。二瑞娘，你别听他瞎扯，还是怪村里走的时候，那些人见我家是拖累，都躲着走。平时侄儿侄孙儿亲亲热热，到了关节上，连问一句的人都没有。这死老头子要强了一辈子，现在被人嫌弃，他就死也要赌这口气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谁要赌气了？我就是老了，也要撑着腰杆做人，不去麻烦别人。我也是觉得他慎你说的对，上面怎么打仗是他们的事，总是需要人种田的，那就到山上挨一阵，没粮就吃草根树皮。万一世道好了，小满和妮妮就不用在外面逃难受罪。真是头脑犟绿，拿着一家子性命硬犟。江奶奶，喝水。妮妮真乖。大人，你们棚子搭的咋样了？要是缺人手，就让小满去帮2天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这样不好吧？你家也需要人干活，小满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你小满他甚，以前我家跟你接触不多，只知道你是个泼辣的，爱跟人急眼，没想到你也是个心善的。上山第2天早上，全村那么多人，只有你让二瑞来看我们吃过东西没有，这份情我们记得。现在没地没田的，家里活不急，就让小满给你干几天。既然长庚伯和慎子这么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瞒你们，我们住的棚子还不够，正准备再搭一间。马上3月了，要是下雨，就怕现在的草顶撑不住。是啊，以前这个季节早该下雨了，冬天旱了几个月，这雨要是下起来，肯定得半个月不停。你要盖房子得加紧，要是树皮不够，就让小满和二瑞在我家拿些去用，盖厚实些。你家里有巧云那个双身子，怕受湿。那真是太感谢了，长庚伯。其实我还有个事儿担心，这几天晚上都能看见下面有火星，万一那些流民摸上山来怎么办？我让小满叫你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事儿。从村里到这片山的路只有一条，我准备封路。
以后只有我们2家人知道怎么走。流民上不来，村里那些嫌弃我们的人也别想上来。你家要是还有什么东西要回村拿，就赶紧去一次，以后就难再走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这话真没错。这简直是老妖怪，不，老神仙啊！听您的，长梗伯，咱们就把这山给封了。江顺子，这是俺爷让俺送来的，盖个小单间够用了。替我谢过你爷。不过盖房先不急，咱们得先回村一趟。啊，以后就不再下山了。苞米面快吃光了，得把家里的石磨搬上来，不然以后咋磨粉啊？还有床铺，纸铺树叶太硬了，怎么也得弄些干草上来。石磨几百斤，干草占地方，这山路怎么运？咱们是逃难，不是搬家。其实我也觉得缺东西，可到底缺啥？哎，空想没用。村里那些不走的，怕是早把好东西搜刮一遍了。流民又过了一茬，只能去碰碰运气。娘，走这边，顺着后墙跟走安全。顺子，这桌子腿断了，那是缺角的，好东西都被挑走了。意料之中。走，去下一家看看。别开，别停，咱们分头行动，快去快回。这些。我和二瑞回自家院子看看，小满你也回家瞅一眼，不管找没找着，半个时辰后在村长家门口汇合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走。这可是救命的火种，没打火机，没火柴，丢了一副还有备用。还在，岩石。巧云那天还嫌弃这玩意儿，硬要扔了。哼，没岩人就没力气。这粗岩结晶虽然杂质多，关键时刻能救命啊！雄黄粉，太好了！山上蛇虫鼠蚁多，正愁没东西治它们。娘，屋里啥都没了，就见着这把破刀。有刀就不错。二瑞，你想想，村里谁家有生石灰？生石灰，那玩意儿不值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村长家年前打3合土，剩的石灰粉都在柴房堆着呢。走，去村长家。路上挨家挨户进厨房，把那没人要的岩石都给我收了。你想干啥？妈呀！二大爷、三叔，有人抢东西来了，快来人啊！
抢东西，咱们别傻站着，快躲起来！二狗子，人呢？谁抢东西就那边2个举着刀的。好汉，我们只是路过歇脚，天亮就走，身上只有些破袄烂衫，没啥值钱的，求各位高抬贵手。既然是路过，那就赶快走，再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不好，这老东西看我们人少，起歹心了。大牛、二牛，你们把人都带过来，别在那边磨蹭了。娘，咱们哪来的？让大牛快点！他家这边有事。叨扰了，我们这就滚。好啊！我说昨晚有人没交钱就偷偷进来，坏了我们村风水。原来是你们，总算抓到了，交钱，不然别想走。石有才说，他们没走，还在村里勒索流民。这2家人仗着人多，这是先偷后抢了。看那边，那是徐有才和他兄弟家的那一窝子侄孙。这徐家3代人就能凑出10几个青壮，平时连村长都得让他们3分。你们这些人脚上沾着血，进村歇脚得交钱，不然污了我们这个村的风水。爷，行好，那些乱兵抢东西杀人，我们也是被逼得无奈才逃命出来的，走了100多里路，实在是累得不行了，才进村找点水救助一晚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我这个人也不是斤斤计较的，给钱给粮随便你选，1人2斤粮，要不然就是500文钱。500文，以前都够一家人用2月了，现在找个空房子打地铺就要500文，这还不如直接抢。1人2斤，咱们这10来口人，那就是20斤粮啊，够做10几天的糊糊了。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，你别过分了。我们也不是随便被人欺的。抢你又怎样？你出来不就是给人送钱的？有本事你就学爷一样守着自己的村子，别跑啊！没长蛋的东西！抓住他！给我站住！走，往后退！那边，别看了，躲起来！就这样，也没传言里杀人放火那么可怕，2下就被打倒了。遇到过硬柿子，吃过亏。那小天，村长他们在外面也要遇到抢东西的。有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主在，谁抢谁还不一定呢。把之前的都说出来。娘，有才叔他们太过分了，一点东西都不给留，没吃没喝还要赶路，这不就是要人家的命吗？站住！我们要是走在路上逃难，下场也是一样的。乱世就是乱世的活法，有人躲，像我们上山；有人逃，像村长随波逐流；也有人像徐有才，化身恶鬼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别多管闲事，
这种世道就不玩的。咱们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自身都难保。谁在后面？出来！喂！有才叔，我是到家里取点东西。该死，怎么偏偏这时候撞上？徐有才现在是劫匪，肯定不想让村里人知道他在干这勾当。你刚才都看见啥了？我没看清，我什么都……啊，想好了再说，小子。这是要杀人灭口。小满是家里唯一老弱，他要是死了，那一家子老弱病残就完了。哼，有才大哥，这孩子是跟我来的。小婆子，你来干啥？哎，徐有才，你自己拉屎不遮脸，还不怕别人看？现在还好意思问小满啥意思？啥意思都跟我们无关，多看两眼我还嫌个英人呢。告诉你，我们是这个村的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村长才走2天，你就要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，休想！蒋婆子，你信不信老子打死你？你打呀！不打是龟孙子！你只要敢动手，长葛伯他们马上就晓得你是啥样的人，在山上等我们的邻居也都知道你是啥样的人。我再如你徐有才，还想在村里混，你还顾及那点破名声？哎呀，江婆子，大家都是一村的，往上数还是一个老祖宗，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嘛。你看见什么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为了村子好。你们和村长一走了之，这满村的房子土地总得有人照看，不是？万一被外人占了，你们回来连个落脚地都没有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这徐有毛干瘦得像只猴，心眼却比徐有才还多。他是想把人都赶走，自个儿留下来当土皇帝、地主老财吧？有猫哥说的是，那就辛苦你们守村了。我们还得带些东西上山，以后就不下来给你们添乱了。行，带吧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赶紧走。跟这些劫匪是一伙的，你还我粮食！你们的粮食又不是我娘抢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粮食在徐有才那边，你自己去拿呀！欺负江顺子做什么？我求你，大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把我们要回来吧！我们还要赶去京城，路上大人孩子都得吃饭啊！求求你，发发慈悲！蒋婆子，你看这是闹的，不如让二瑞和小满留下，跟我们一起守村。这些粮食分你一半，这些人抢了一路，也不干净呢。走，快走！我承认我是个孬种，当不了救世英雄，也做不到同流合污。这乱世太吓人，还是躲起来过日子要紧。这石臼虽然重，但以后虫鸣少不了它。为了细粮，拼了！江婶子，别搬这个，死沉死沉的。我爷会石匠手艺，你只搬那个石磨就行。石臼以后让我爷找石头给你打一个。真的？
你爷是石匠？当然，爷的手艺可好了。来，一起抬。娘，二瑞，你们可回来了，快喝点粥。辛苦你了，乔云。哎，我的老腰，这身子骨真是不服老不行。什么田园牧歌，什么诗和远方，全是骗人的。哼，这才干了几天，我就快累散架了。常人也好，路断了，麻烦也断了。从此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了。这苔藓可是宝贝，防风又保暖，以后冬天就不怕冷了。江顺子，你这房修的比村里的还好，看着顶子多厚实，下暴雨都不怕。那是，也不看婶子以前听过多少戏文，书里都这么写的。江家大妹子，你这灶台怎么连着床啊？这烟道还贴着墙走，真是稀奇。这叫炕，冬天在灶里烧火做饭，热气顺着烟道走，晚上睡觉这床就是热乎的，舒坦着呢。那夏天煮饭，岂不是要把人给烤熟了？老爷子，夏天咱们烧这口炕灶，或者把烟道堵上，热气就不过去了。啥热气？你说烧炕，不就是用火烧吗？不就是这样吗？直接用火烧，那不成炒干豆子了吗？小满爷说春雨快到了，这一落雨就没个晴天，到时候棚子不漏，地上也要反潮。巧云怀着身子，绝对不能睡在那上面。西方爱修壁炉，咱们东方还是这炕头最实惠。等阴雨天到了，炕上还能烘衣服、烘干货，用处大着呢。快好了，再压一遍就平了。婶子，这炕舱可真神了，坐上去暖烘烘的。我也想给家里搭一个。他婶子忙着呢。我想着能不能让小满也给家里搭个炕。我那大孙子瘫在床上，冬天脚没知觉，不是冻疮就是被暖壶烫暗。要是有这暖炕，他就不受罪了。这是5个鸡蛋，你别嫌少，是份心意。长庚伯，您快拿回去。小满已经学会了，让他回去搭旧时。您家里老人孩子都需要补身子，这鸡蛋我不能收。他婶子，你就收下吧。我这老头子现在就靠这点骨气活着。唉，要是以前你有这手艺，让二位他们出去帮人打炕，1个月能挣不少银子。现在只能换5个鸡蛋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长庚伯，
您家搭炕的时候再修一道火墙，散热快，以后还能在墙上挂东西烘干，全家人都能取暖。这青冈子丹凝重，有微毒还苦涩，要是柴火够，煮几次也能成。可现在没空打柴，只能靠这长水浸泡了。原身做饭手艺一般，我这满级炼丹师的手艺，希望今天能成。反正这荒年，只要不毒死人，吃什么都香。葱姜蒜没有，酱油醋也没有，辣椒得留种，舍不得用，只能靠这老盐水、酸萝卜，还有这煮玉和花椒了。这个真的可以吃？当然，不过你怀着孩子，肠胃弱，先少吃点，适应一下。娘，这味道真好，我能再吃一碗吗？不行，这东西淀粉重，不好消化，你只能吃一碗。等会儿给你煮个鸡蛋补补。只能吃一碗啊！什么呀？这就是你们忙活了一天的青冈子？哇，绝了！以前跟小天他们躲着大人偷捡青冈子烧着吃，又苦又涩，没想到还能做成这种冻皮，真好吃。这才哪到哪，今天只磨了一小篮，明天多磨些成粉，以后咱们天天吃。巧云，锅里你看着，我带二瑞去小满家看看。昨天他们刚开始盘炕，我得盯着点进度，顺便把这凉粉送过去给他们尝尝。娘您慢着点。这青冈凉粉爽口，他们准喜欢。好，大家避到山上，现存的粮食撑不了多久。这山上的青冈子多的是，只要有办法能活下去，能帮衬就帮衬一把。等春雨一下，草木萌芽，日子总会好过些。竟然已经开始挖草根咸粗粮了。这一家老小这么省着吃，身体怎么扛得住啊？哎呦，他顺子，二瑞，快进来，正吃饭呢，快一起坐下喝口粥。伯娘，不用忙活，这是我刚做的青冈凉粉，料都拌好了，专门给你们尝个鲜。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现在到处都缺粮，这好东西你快拿回去，留一碗就够了。叔奶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我娘弄了好多呢，家里吃不完。小满也瞧见了，我家那水坑里泡得满满当当的。啥？水里泡的那些都是能吃的？江婶子，这真是那些苦涩的青冈子做的。当时我看你泡着，还想笑话你呢。这真能吃。小满，你快尝尝，真的好吃啊！我出门才吃了一大碗，现在闻着味儿还馋呢。大婶儿，这份情我老头子领了。老婆子，给大家分分，吃。竟然不涩，酸辣滑溜，这比草根强100倍啊！好吃，真的好吃！快，给大柱送点过去。柱子，快睁眼，这是你江婶子送来的好菜，你嘴里没味儿，快吃一口。奶，我不饿，躺着不动不费力气，留给您和妮妮吃吧。柱，吃吧，
这东西不稀罕，明天我再给你们送。你得吃饱了，身体才能好。这还是那个一言不合就骂街的江婶子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和气了？大柱听话，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你要是把自己饿死了，你是要气死我们全家吗？妮妮不饿，妮妮看着你吃。阿瑞，咱们先回去，让你媳妇儿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你歇会儿就开始帮小满弄糠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地方太阴冷了，大柱已经瘫了，若是再让寒气入骨，这一家子健康的也要患上风湿。这炕必须尽快盘起来。巧云，吃完这碗，你就留在家里剥那些青果壳。以后每天磨粉的时候，记得多磨一些给小满家送去。知道了，娘。小满家现在确实难，咱能帮一点是一点。搬来半个月了，每天都在修房、盘糠、煎果子，还没走出过50米。这滩药倒是天然的求生资源。这有青冈树的枝干还硬实，这些带回去烧火正合适。这块地坡度缓，碎石多，正是开荒的好地方。等雨水一到，就能播种了。没肥没水，难怪古代人不愿开荒，官府还按亩收税，真是得不偿失。不过我有办法。虽然面积有限，但重点精细粮食是够了，这就叫楼顶种菜法。巧云娘，等这批粉磨好了，咱冬天就不愁饿肚子了。等明年梯田里的庄稼长出来，咱的日子肯定越过越好。是啊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简单的幸福才是本能啊。是这个梦，还是这才是现实？我想听清楚，那 AI 到底在读什么？文字像一盏灯，它所照亮的不只是纸，还有正在寻找答案的人。让你们把鸡鸭杀了，带着这些活物怎么赶路？走了快1天才走20里。村长叔别急嘛，一会儿鸡下了蛋，先给您家送去。哈哈哈！你还笑？在那死婆子在玩什么把戏？难道又是想污蔑我偷钱，好在大伙面前打死我？吃的有鸡，抢啊！快打回去！娘，快起来！娘，您听见没？山下村子又起火了，火光冲天啊！娘，快起来！烧就烧吧，叫什么叫？上山半个月了，隔几天就有火光，这几天越发密集，咱们不是早都看麻木了吗？堂娘，那边起火了，好大的火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。
娘，这下是全完了，全完了！几百户人家，房子要是没了，以后回来住哪儿啊？难道这书里的世界烧了，还能复原吗？江身子，二瑞哥，我爷说天干物燥，风又大，要小心，山火烧上来。啊！娘，那咱们现在又要跑吗？火接风势，要是烧上来，10几分钟就能到顶。砍隔离带，就咱们3个人，几十米宽的带子根本砍不出来。浇水，那点泉水瞬间就会被烘干。我们只有跑。跑？这黑灯瞎火的往哪儿跑？一脚踏空就是压呀！是啊，因为我奶腿脚不好，妮妮还小，这晚上根本走不远。钻山洞和深坑不行，那是死路，会被烟熏死，必须找开阔地。二瑞、小满，你们闻到什么味儿没有？巧云，你闻闻，你能闻到什么？没有，只有二瑞哥晚上拉的屎臭味，没有其他味儿了。就这一次，我晚上起来尿尿，顺便就没闻到烟火味，说明风向暂时对咱们有利，可不能等。二瑞，带上小满回去，把家里的粮食用石头泥土盖住，然后把人都带过来，快！好，我这就去。巧云，你怀着身孕，别来回跑了，你就站在这路半道，给娘户助火把，千万别让风吹熄了。哎，娘你小心点。幸好白天把梯田的路平整过，梯田树砍得差不多了，只有矮灌木，只要清理干净，那里就是最好的隔离带。到了，先放下。他婶儿，今天晚上这场灾，恐怕是难躲了。完了，这火起了，到处是枯草树叶，连口救命水都没有，走到哪儿都是个死啊！张耿博，别泄气，这里能避火。这里以前是个乱石坡，咋变出一圈圈平地来了？张耿博顾不上解释了，我们3个要去前面引开大火，这里得靠你看着。火一来，山里的野猪野羊会被烧急了乱跑，你得守住，别让野物冲撞伤了人。好，我守着，你们放心去。听好了，不堪了，太慢，我们用火烧。娘，用火烧，那不是顺风点火，烧出隔离带，看准了，只烧这一小片。好，灭了，退后10几步，再点。二位媳妇儿，你娘啥时候开的荒？这一片地土肥得很啊！祖祖辈辈走的石头山，咋就突然变出这么好的地了？婆婆说这叫梯田，土薄也能种，想要多深就能多深，以后还能蓄水插养呢。婆婆昨晚跟我讲，以后有了收成，家里能吃白米白面，喝稠稠的米粥，再也不缺吃的。小满他爷，等火过去了，咱们也开荒，
总不能天天指望二瑞娘救济，自己种点瓜豆红薯也能红。家里粮食都见底了，二瑞家也没多少余粮。我就是个废人拖累，爷爷这么大岁数还要开荒，我怎么不能站起来？六娘，太热了，我脱了干吧。不许脱，这是火场，脱了衣服皮都能给你烤熟脱落，穿着还能隔热。不好，风向变了，山下的火烧上来了，把这里的明火全灭了，赶紧回地田，快跑！用衣袖捂住口鼻。风又大了，火势怕是要往这边压。二瑞娘，你们在哪儿啊，娘？二瑞！你们站住，别乱跑！火上来了！快，大家都趴在地上，用衣服挡着脸。二瑞、萧满，按我刚才说的做，没时间了。一会儿火上来了，我们就要这样把脸贴在土里。乔云，别怕，我们把草都烧光了，别怕。烟火会从上方掠过，越接近地面越安全。只要熬过这一波热浪，小天村长，我们还是该走的，跟小天村长他们一起走。以前哪怕上厕所都没人送纸，现在生死关头竟然有人护着，这便宜儿子还真有点不一样。娘，巧云，我们活着，我们没死。这火算是躲过去了，大家还是别乱跑，等天亮再说。听娘的，听圣子的。使劲儿，再往下拉！水来了！快，再来几桶！都没事儿啊，连个草棚子都没烧着，
多亏了江顺子，让我们提前把周围的草烧了，火头根本没过来。真是佛心高照，祥瑞当头啊！还好这泉眼平时我都是盖着的，现在打开来清清亮亮，一点灰都没有。娘，这面糊真香，活着真好。大家都醒醒神，火是躲过了，但还有事得办。咱们得搞清楚，到底是什么人烧了村子？是流民，还是乱兵？要是乱兵，我们白天绝对不能生火做饭，也不能随便露头。如果是流民，烧过房子应该就走了，威胁不大。还有，咱们得去看看其他几户人家。娘是说赵丽书他们？对，都是同宗同源的。若是还活着，咱们搭把手；若是，也得帮忙收敛收敛。还有这周围的余火，得灭干净。小满叔，您带着小马就在这附近灭火，照顾好家里老小，有动静赶紧躲。阿瑞，你跟我走，去看看那几户人家。哎，听娘的。等等，原来的路堵了，你们走不了，跟我来。二瑞娘，把这绳子绑树上，从这陡坡下去就能绕过塌方。这哪是下坡，这是要我飞檐走壁呀！叔公，我走倒是行，可我娘她是女人家，哪儿走过这悬崖边啊？没什么，只是下一个坡而已。给我。小时候跟爷爷采药，比这更险的地方都去过。不过现在这身体手上得装得像个新手，别吓着他们。走，去赵丽他们那边。还好，火势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比我想象中好点儿。赵丽家的棚子被烧了。娘，你看那里，是不是一个人？二瑞，别怕，仔细看看，是不是村里人？这是赵丽他爹！快，再找找其他人。这两家7、8口人，不可能就这一个。是赵丽媳妇儿。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流民，这是屠杀！快走，我们马上离开。等等，先去原来的路口看看。你看，有人想上山，被堵住了。娘，要是没堵住，赵丽家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。他们上不来，才放火烧山。这么快，从村里回来，空手也得1个多时辰呢。二瑞娘，你们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娘，你是冷吗？脸怎么这么白？我们没有进村，刚到下面赵丽家，赵丽家人全部失踪了。赵丽爹和他媳妇儿死了，是被人杀死的，火也是那些人放的。那路还得再堵结实点儿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也去，走，我们得走。
山上火没灭，又有杀人的刘飞，留下来就是动作快点，别耽搁了。不能走，谁都别乱。对，不能乱跑。山上起火是因为山下乱了，村子被烧，不是流民就是乱兵干的。赵丽家被害，多半是村民把他们供出来的。现在下山逃荒，咱们这两家老的老小的小，活不过3天。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山火烧过，谁能想到这上面还有活人？二瑞娘，我们这群人能从火里活下来，这命都是你给的。乱世里最怕群龙无首，以后该走该留就听你安排。长庚伯，以后还是大家相互扶持吧。我见识短，有些事还需要你多多提点。还有，下山的路不要再动了。啊，不堵了吗？现在去堆新土，就是告诉刘飞这上面有人，就让山火灰盖着，让他们以为这上面是死地。对，我这个老糊涂，差点误了大事。婶子，把这鸡全炖了，让大家好好补补。这喝山泉吃虫子长大的鸡，味道就是鲜。以后咱们要满山养鸡，天天吃鸡。哎呦，他们都快饿死了。地狱开局啊！带着这么一群人活下去，谈何容易？可连鸡都知道找吃的，人还能活不下去？阿瑞，啥事儿，娘？走，咱们煎肉去。刚才下山我就瞧见了，林子里好些鸟都被烟熏落了地。二瑞，拿上筐，跟娘捡肉去。娘，我不去，那玩意儿看着像昭丽他爹。哦，混账东西！你就不想给你媳妇儿多吃点肉？巧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种，你就不想想你老娘我也要吃肉？你不去，我就是一个人去！你这个不孝子，在那儿瞎矫情什么？娘，别生气，我去。我跟娘去捡肉，这还差不多。房井烧了也没东西补，填饱肚子才是正经事儿。走，去叫上小满，让巧云带着剥好的金刚子去小满家待着，别一个人落单。江婶子，这边好多，都是昨晚被烟熏下来的。娘，这也太瘦了，去掉毛和肚肠，总共就1口肉，这几十只也不够咱们2家人塞牙缝啊。蚊子肉也是肉，先收着。不过咱们的大头不在天上，在地下。都把眼睛擦亮点儿，找兔子洞。兔子这东西狡猾，洞口多，里面空气对流。昨晚火那么大，烟顺着洞口灌进去，他们要么跑出来，要么就熏死在里面。外面全是火，跑出来也是死，跑不远的就在洞里憋着。二瑞、小满，给我挖！滚！真有！这只躲在石缝里，皮都烧焦了。发财了，这一窝全是，还有好多小的。江顺子，这对兔儿给我好不好？妮妮每天都嫌不好玩，这对兔子给它养着玩。好是好，只是现在连青草都没有，你有法子喂活？能让妮妮开心几天就行。他娘走了，爹又那个样子，我想着能逗他笑笑也好。今儿白天刚吃过一只鸡，这些肉啊，我看还是得熏成干肉存着。这年头有口吃的不容易，得留着以后慢慢吃，或者换点钱买药。伯娘，家里盐本就不多，这些肉山里随时都能煎，可盐是煎不到的。做成干肉费盐，要是舍不得放盐，万一肉放坏了，岂不是更划不来？老婆子，听江家妹子的，就给孩子们吃吧。这些天他们逃难、修房、找食，都累坏了。使牛还得知道牛辛苦呢。别像以前那样抠抠搜搜的，吃了长力气，总比放坏了扔掉强。行，那就一半下锅炖，
一半晾起来，今晚大家都敞开肚皮吃。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吃肉吃到想吐，这也太爽了！闭嘴吧你，别说了，我也快吐了。江婶子，这法子真好使，明天我早些去，别让其他野物把肉给煎走了。行，明天你们自个儿去再煎煎，多挖几个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千万小心，别走到火场里去。白天我看清楚了，这火是从两头烧过来的，咱们正好夹在中间。虽然咱们这片烧过了，但那边山峰还在烧，得防着火再蔓延过来。这几天能减多少是多少，久了肉就臭了，填饱肚子要紧。棚子晚2天修也不怕。这肉我家不能要，能得来这些东西全是靠大妹子你的主意。我家就出个小满，还是个半大孩子，跟着你们吃喝已经占了大便宜了。长梗伯，既然你之前说过以后什么事儿都听我的，那现在分肉这事儿你也得听。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们二老要照顾病人孩子，这山路陡峭本来就危险。小满这孩子懂事，干活从不偷懒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等熬过这难关，再讲以后的事儿。老娘，这野鸡看着虽然瘦了点，但好歹是肉啊，咱今晚是不是能炖一锅？这野货没油水，若是没大油大料红烧，炖出来比柴火棍还硬。咱们现在缺油少盐的，这肉留着做成熏肉。以后当肉干，应急救命用。这野味也就是听着好听，真吃起来还不如现代养殖场出来的。要是有红烧肉吃就好了。荣山下那2具遗体还抱在荒野里，不是我不帮你们入土为安，实在是这乱世身不由己，我不能拿活人的命去冒险。你们若成了怨魂，愿有头债有主，找准害你们的刘飞去。等以后安稳了，我再去给你们收尸，多烧些元宝纸钱。二瑞叔，咱们走吧，趁早还能再捡点漏。二瑞、小满，记住我的话，就在过火的那片林子边缘找，绝对不能下山进村，更不能往火场深处跑，听见没有？江大娘您放心，我也叮嘱过了，我们惜命着呢。家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光靠那点死肉可撑不了多久，得找点长久能吃的东西。地瓜藤，也就是地枇杷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小时候暑假最爱来山里摘它的果子吃，甜香甜香的。这藤蔓晒干了引火也好用，还能入药治风湿跌打。可惜了，现在不是挂果的时候，也没到秋天收药材的季节。这耳根这么多，这对于西南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会上瘾的违禁品啊！看这牙尖的肥厚程度，底下的根绝对是霸王龙级别的，清热解毒、治感冒咳嗽的神药啊！这要是在现代挖到这一根发个朋友圈，得多少人羡慕嫉妒恨！不能贪心，一次挖太多，吃不完就坏了。留着这片宝地，吃完了再来。折耳根只是小菜，还得给大伙找点顶饿的主食才行。鸟儿带过来的种子倒是长得顽强，留着根，下次还能长。总算找到了。西南山区这地界，除了地瓜藤，就数这葛藤最能救命。要是能穿到5、6月份，这藤还能浇丝织布。现在老成这样，只能烧柴了。要是夏天穿过来多好，满山都是宝啊！藤没用了，根可是好东西，嫩白有须，磨粉炖煮都能行，还能解肌祛风、治腹泻。在这荒年，
这可是9桌饕客都求不来的护身符，更是我的保命粮。还好带了烧开的水，这野外的山产看着清亮，万一喝进个喷熊，这老命就真交代了。先苦后甜，生津止咳，是个好苗子。娘，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喊魂呢！我这还没死呢！娘，您怎么一出门就是一天啊？叔公说您进这儿够了，急得我不行，生怕您出点啥事儿。二瑞，你以前没这么样多话的，现在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我也不晓得，以前都是娘骂我，我不说话，现在娘不怎么骂人了。我这天黑了，娘快跟上，回家吃饭。姜顺子，你看，我和二瑞哥今天挖兔子洞，挖出个大家伙，大蛇。好大的蛇！这蛇怕是有6、7斤了吧？长这么大，会不会已经是修成正果的蛇妖？这真的是妖吗？怕啥？要真被山火烧死，那就是修炼不成。你这是为民除害呢。你这孩子就是没心眼儿。你姜婶子一逗你就怕，一会儿你少吃一口。哎呀，姜家妹子，这不就是树根吗？这玩意儿也能吃？把这葛根切了，下锅跟肉一起炖上。能吃，不仅管饱，口感还跟山药差不多。饥荒年间，只要是地里长的，祖宗们都能想法子变着法吃下去。咱们没本事去掠夺别人，就得在这些东西上多费心思。这葛根最是平和，能治不少病呢。熬水再加点米煮成粥，能治消渴，也就是老口可多尿的毛病。要是小孩子受凉发热呕吐，就加点生姜枫糖。要是配上其他药，还能治中风偏瘫。二位娘，你方才说这东西能治瘫？糟糕，说多了。这些人都习惯选择性听话，我明明说的是中风偏瘫，我娘却只听到了个瘫字。原生是个不热心的性子，我也就没多问大柱的情况。再者长梗脖好强，总觉得家门不幸，从不在人前说苦。可中风偏瘫跟外伤瘫痪那是两码事啊。伯娘，我是听家里老人说过，葛根确实能治中风偏瘫，但也不知道跟大柱的情况对不对症。是偏瘫啊，我也不敢断定。二瑞娘，你娘家是懂草药的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口口相传的偏方，能治大柱这种瘫法的？长庚伯，不是我爱唠叨，要想治病，总得弄清楚大柱当初是怎么摔的，现在身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，我才好琢磨哪种草药管用。娘，这葛根真好吃，软糯的很。明天我先去把剩下的葛根背回来，再去打猎整肉。我也去。那给我吃点葛根吧。大柱，你先吃肉，看你瘦的。葛根山上多的是，以后再挖给你吃。肉嚼不动，咽不下。奶，我想吃那个药。大柱。二瑞娘，你说的对，瞒着藏着也没用，万一试一试就好了呢？2年前冬天，大柱媳妇刚生下妮妮出月子，大柱在山上烧炭累了，本该歇一晚，可他惦记家里，硬是背着炭筐摸黑下山，结果失足跌下了山崖。人没死，伤了腰。刚抬回来那阵，腿还有知觉。我们耗光了银钱请郎中，针灸汤药全试了，可治着治着，下半身就没感觉了，连屎尿都……彻底塌了。他20岁的大小伙子，
哪受得了这个？寻思迷惑了好几回。后来他逼着媳妇儿春凤改嫁，说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。春凤刚开始还回来瞧瞧，这2年另嫁了人，也就没音讯了。在医院见惯了生死，可如今感同身受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看他手指和手臂还能动，这属于严重的截瘫。过了年的黄金期，痊愈几乎不可能了。长梗伯，大柱现在身体太弱了，咱们得先让他长点肉，把力气养回来。要是能调理好，让他手上有劲，以后至少能自己穿衣吃饭。只要能自己吃饭，长些肉，也比现在这样等死强。江家嫂子，这格根可是好东西，你全给了大柱，这肉你可得带上。婶子，大柱现在这情况，多吃点葛根确实有好处。这肉我留下一些，剩下的你们得吃饱，别舍不得。山上葛根还多的是，饿不着的。这里的人还没吃葛根的习惯，光是这些葛根粉，应该就能养活咱们2家人了。这房子什么时候修好的？巧云，快出来！我早上走的时候，屋顶还涂着呢。这是哪儿来的10片树皮盖上的？叔公来修的，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先告诉你们，说怕听那些谢来谢去的话。叔公说这些天都是咱家在忙活找吃的，他也得出力。哦，对了，娘，你和二瑞那2件烧坏的袄子，叔奶拿去拆洗了，说缝好了再送回来。你这个傻孩子，人家叫你不说你就不说，你也不想想你叔公多大岁数了，那是能爬屋顶的吗？你叔奶奶眼睛穿针都费劲。我也来了，可我哪拗得过叔奶奶？唉，早知道他们白天做了这么多，刚才在大柱的事上，我就该多宽慰几句。这2个老人是怕成了咱们的累赘啊！罢了，既然修好了，二瑞你们快回屋歇着吧，以后咱们多帮衬着他们就是了。在崖下的时候，他们一闻这味儿就躲得老远，说是有股怪腥味儿。其实只要腌上几个小时，把水倒掉，那股腥气就没了，剩下的全是脆爽。真想回到我的懒人沙发上，听听有声书。这硬邦邦的炕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娘，您醒了。二瑞见您太累，想让您多睡会儿，天没亮就自己去夹山沟背葛根去了。小扇子，你看我们背回来多少？干得好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春雨下来播种了。娘，能不能不吃这个？这味儿实在是……是啊，江婶子，昨晚我偷尝了一口生的，那味儿直冲天灵盖，差点没把我送走。这次不一样，我处理过了，赶紧的尝尝。壳崩脆，哎，这味儿怎么变了？不腥了，甜滋滋的，还脆，好吃。这辣味和麻味裹着，真带劲。二蕊哥，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。这就对了，为了这口，我可是把刘种的干辣椒都拿出来了。小云，你也试试，真好吃。又多了3个折耳根的信徒，以后总算有人陪我这老太婆一起吃了。小满爷，多亏您帮衬着修房子，真是太谢谢了。二位娘，快别提谢了，我那是手上活，不知道。你瞧这些，这可是救命的东西。还有那边泡着的青糠子，现在每天磨粉吃糊糊，我不担心饿死了。而且这葛根还能治病呢。昨晚大柱吃了炖葛根，说口苦口渴的感觉好多了。是啊，我虽然做不了重活，但洗洗刷刷总成。
人老了最怕乘累赘，现在觉得心里踏实。那成，咱们今天就取葛根粉，其实跟青缸子差不多，先捣碎成浆，再清水洗粉，反复沉淀撇去污水，取底下的干粉晒干就行。这容易，一听就会。这葛根粉比青缸粉更好吃，也更有益身体。哎呦，逃难的时候吃东西竟还能挑选起来，这在以前的荒年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。这小兔子还弱，吃不了青缸子，我正愁呢，只能省下点苞米面和高粱喂着。奶，昨天我试过了，这兔子吃葛根，这下省了粮食了。这院子得平一平，落了灰扫都扫不干净。巧云，跟我动动手。以前跟着爷爷弄过晒谷场，这手艺还没忘。娘，过几个月，孩子就能在这里爬来爬去了。娘，有个坏消息，山火又往咱们这边风蔓延的苗头了。我们这2天一直在盯着清理余火，就怕大火道烧过来，把两边连成一片。这天真该下场雨了。大柱，当年你这腿到底是怎么治的？刚开始就像千万蚁虫在咬，抬不起来。郎中说是背部错位，把我反背着在屋里走了一圈正骨，我疼晕了过去，醒来就不麻不疼了，可掐着也没感觉，彻底动不了了。这是被庸医害了，脊髓损伤最忌随意搬动，竟然还反背颠簸。但这不能说，说了只会让2位老人愧疚一辈子。镇子，我这能用草药吗？可以试，但你得好好吃饭，先把身体养结实了才有机会，不然就算骨头长好，你也站不起来。站，我还能站？能。小满爷，您这手艺真行。等雨下来，这水渠就能蓄水了。您不打算也修点梯田？家里劳力不够，修田太费劲。我打算在烧过的荒坡上直接播种，刀耕火种虽然收成低，但面积大，再种点豆子瓜菜，总能活下去。哦，下雨了，小满爷，下雨了！总算下雨了，这就是烧龙背，地龙总算被烧醒了。收工了，快进屋。二瑞哥，你尿了，胡说什么？我想撒尿也尿不到你头上啊！不是你尿的，那哪来的水？可是雨！快，再挖一根大的带回去，别让娘等急了。小满，是下雨了，真的是下雨了。二瑞哥，要是下雨，小天和村长他们该走到什么地方了？谁知道呢？是他自己非要走的。这时候想起他干啥？这徐家村干旱虽重，可冬麦还没死透，大家伙挑水救一救总能活。偏生听了那些流言就慌了神。小天在我家养了10几年，这种关头说走就走，真是没良心。以前他偷蛋，我还替他挨过娘的骂，现在想想真是不值。我也觉得他不该走。以前他被江婶子打，我还没少分吃的给他。现在看来，江婶子也没他说的那么恶毒。快，别磨蹭了，赶紧装葛根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要是弄得比娘昨天挖的少，回去肯定挨骂。娘，别捡！我这样子捡了怎么见人呀？看见人，这山上除了我们几个，你能看见的只有树和石头，满头泥垢，不捡了等着长虱子吗？站好。二瑞头发没了，您不怪他，这身体发肤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就算是。其实我更想捡自己的，没吹风机，没洗发水，这头发里感觉都能抠出一个蚂蚁窝了。可我这身份，顶个刺猬头实在没法见人，只能忍着了。二瑞，今天晚上跟我下山去一趟。下山？
干啥？这黑灯瞎火还下着雨呢。下山你就知道了，去准备绳子和火种。谁？哎呦！江身子别打，是我小满。小满，你大半夜爬树上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我爷要我下山去把赵大叔他们埋了。他说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暴尸荒野。趁着下雨没人，让我赶紧办了。可我不敢去，就在树上躲。这倔老头倒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死人摆在那儿，且不说情分，卫生防疫也是大问题。既然遇见了，那就一起吧。行了，别怕，跟我们一起去。3个人火气旺，鬼神不惊。娘，我咋觉得这背后冷森森的？别吓我！是乌鸦，是乌鸦，有乌鸦，就说明附近有死人。他们最喜欢遗体，只要赵离家的2具遗体还在，就说明这里没其他人。那些流民乱兵再心大，也不会守着发臭的尸体。走，趁着没动静，赶紧过去。小满，事情办好了没？二瑞娘也在啊。张耿博，事办完了。耿博，下面没人了，只要这雨下一夜，路上的印子就全冲没了。你放心吧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多谢了。二瑞娘，小满，快喝口姜汤驱寒。老天定下的命数在这儿，该死就死吧，能入土为安就是福气了。唐根伯，我们先回了。娘，二瑞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快进来暖暖，我熬了姜汤。娘，我把您前几天找回来的药也放进去了，您快喝。药？什么药？就是您说的那个艾草老叶，您说能散寒，我就都熬了。那是春末夏初才采的，这几片老叶早就没药效了，本想留着洗澡止痒的，算了。巧云，既然熬了，索性把剩下的艾干也放进去，多添点水。我跟二瑞擦擦身子，换身干净衣服，也去晦气。闭上眼就是那2具尸体，明明洗过了，为什么那股尸臭味还是钻进鼻子里？那是天底下第一臭的味道，像影子一样甩不掉。半个多月了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在玩一场沉浸式经营游戏，挖兔子洞，躲山火，看二瑞护着我，我始终是个旁观者。我总觉得只要系统刷新，尸体就会消失。可现在尸体烂了，还在那里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是真实的大燕巢。万一那个男主聂梵天出意外，我就要在这穷困潦倒的困死一辈子。娘，二瑞这是怎么了？一晚上都在吐，早上连饭也吃不下。这是心里落了病灶。巧云，你过来。这也可以，娘，这能行吗？要去赶紧去，你要是喊不动他，我就亲自动手把他按进粪坑里去。别，娘，我这就让二瑞过去试试。二瑞，娘说了，让你去后边闻闻坟臭，越臭越好。
闻够了再回来吃饭。这尸臭味简直是精神攻击。他在提醒人的基因，前方有危险，赶紧离开。但只要有屎尿味儿，潜意识里就会觉得那是安全信号，因为不放松根本拉不出来。以前当笑话看，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娘，我不行了。二瑞，你快听娘的，去茅房蹲会儿，闻闻那味儿就好了。你真是恶心！我都吐到喉咙痛了，你还来取笑我？谁取笑你了？这是娘说的，让你去就去，试试有不少块肉。还真有效。娘，这办法到底是怎？吃饭，吃完我们去一趟小满家。我虽然不害喜，但也不想跟2个刚从坟坑回来的人一桌吃。二瑞，拿上东西，走。兄弟，别吐了，跟我来，这地方有宝贝能救你。以后在这里活下去的是我江之，不是那个疯夫。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做出成绩让他们闭嘴。长根伯，这2把最秀的镰刀就不用磨了，留着有用。这可是好东西，1刀破伤风，2刀见祖宗，防身利器。二瑞娘，你真会说笑。快进屋坐，外面雨大。山下的事儿还是那样，那些刘飞杀了人，烧了山就走了，没再回来。我们昨晚把赵立爹和媳妇儿埋了，就在原地挖的坑，没衣被，也没纸钱。赵立爹跟我那苦命儿子差不多岁数，哎，这世道。昌根伯，现在雨下着，什么时候补种麦子合适？补种？现在种春小麦还来得及收一季。我家还有10多斤苞米种，我打算在坡上种点，剩下的都给你，种在梯田里。不如我们2家合种，主粮全种在梯田，我来照顾。坡上种瓜豆，你帮着看管，收成咱们一起分。二瑞娘，这可太累着，你和二瑞了，你这是在救我们的命啊！江身子，大柱没用，只能给你磕头了。哎呀！大柱，快停下！二瑞，快拦住他！大恩大德，小满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。在别人眼里，我这是被道德绑架了，可实际上我求之不得。2家现在生死与共，以后要做的事多着呢，绝不是普通农妇能懂的。我没法每次都解释。要想行事方便，就必须得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小满，快起来！既然2家合在一起了，以后干什么事就得听我的了。我听圣子的话，只要能活命，我都听您的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的每一句都要照做。我记住了。好孩子。以前小天在的时候，家里人都护着他，说他没爹没娘可怜，娘脾气不好，我总觉得夹在中间难受。现在小天跟人走了，能有个小满当伴，最重要的是小满不恨娘，真好。二瑞娘，你刚才说现在要播种小麦，这小麦可都是入冬就种下的，你现在种到夏天还能有收成吗？对啊，娘，咱村里祖祖辈辈都是秋末冬初种麦子，没听说春天还能种的。大燕朝信息落后，这方圆百里的人恐怕都没听过春小麦。要是解释什么气温回升，3月上旬最佳播种期，他们更得把我当成怪物。试试看吧，我这人就是个爱折腾的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成了一家吃饱，不成也就费点力气。这爱折腾，还能折腾到土地里。以前在村里是折腾人，现在折腾地，这10几斤种子要是糟蹋了，可咋办？唉，行吧，既然说了听你的，那就听你的。小满，回头你多开几片荒坡，种点豆。呀，这生是浑水泡麦种，我活这么大真是头一回听说啊！还不让搅动，非要留着这层白膜，这到底图啥呀？是啊，圣子，您说的那个什么……杀菌，
那菌不是山上采来吃的吗？杀它干啥？跟他们解释微生物。你们想啊，这些土是从林子里石缝里抠出来的，烂叶子多，里面肯定藏了数不清的虫卵草种。用这生石灰泡过，麦种下地就不怕被虫子咬了根儿。这叫防患于未然。燕子，麦种还有剩的，咱把剩下这几块地也种上吧。是啊，娘，多种点麦子，夏天咱就能多吃2顿白面馍馍了。那一块地我有大用，得留着育种育苗。剩下的麦种咱们换个地方种。快收工，赶紧回去让巧云给咱们熬碗姜汤，再不回去，我这脚都要冻掉喽！啊，这身子骨，农忙时女人当男人，男人当牲口，真是半点歇不得。多亏了小满爷，这雨里泥里要是没这双草鞋，真得冻废了。巧云呐，这纺线讲究个匀称。以前在村里，我这手艺是不轻易叫人的，现在这是道，咱们得互相帮衬。娘，快坐下泡泡脚，水刚烧开。二瑞、小满，你们也快擦擦。啊，你怀着身子，就在屋里待着，炕烧热乎点，别冻着。下地的活有我们呢。江家妹子虽然嘴上不饶人，这疼媳妇儿的劲儿真是没话说。唉，要是我的儿媳孙媳还在。这大火烧过，灰就是最好的肥。趁着雨水，能种多少种多少，哪怕收成只有良田的一半，也够咱2家人脚用了。云，我看你还没给孩子背衣服。娘，村里惯例，生下来用旧衣上蝈蝈，塞进被窝就行，等大了再捡旧的穿。那哪行？孩子皮嫩，把我这件和二瑞那件就棉袄都拆了。不做尿布，棉花重新疏松了，织成细棉布，给孩子做贴身里衣。可是就这么定了。那您和二瑞冬天穿什么呀？天暖了，先凑合。今年咱们得自己种出棉花来，不然明年全家都得穿树皮。小满爷，我想问你要点棉花种，今年我想试着种棉花。种棉，二瑞娘，这棉花是北地的东西，咱这地界费心伺候1年。光长叶子不结桃，这山上土又薄，种不成的。试试吧，折腾折腾，说不定就成了。不折腾，明年就没衣穿。唉，也就这些了，你拿去折腾吧，死也死个心甘情愿。这棉子得等气温回升，雨停了才行。可不能毁在我手里。这雨下个没完，池子得弄大点儿，能多存不少水呢。下得太久了，屋里都开始反潮了。这墙角湿漉漉的，真让人挠心。当初这炕是照着北方的样盘的，就怕在南方这雨水地水土不服，炕底下要是积了水，那可就白费功夫了。还好这炕能用，这鬼天气，衣服挂在外面10天半月都不干，全是一股酸味儿，要么就是用炭盆熏得满身烟味儿。现在每天煮饭顺便烧热这炕，湿衣服往上一丢，烘1天就干爽了。娘，干脆把咱家这些怕潮的宝贝疙瘩全搁炕上得了，等晚上睡觉再腾地方。有了这些淀粉糊糊和肉干，这春荒总算是能挨过去了。只要人勤快，总能变出花样来。
爹爹，这个好香，你吃。江婶子说吃了药就能站起来，我得活下去，我得吃。老天爷，这是要吃死人了！这到底是吃了多少啊？二瑞哥，江婶子，快来救命啊！娘，那青果是不是有毒啊？青冈子毒不死人，就是吃多了不好受。别慌，快住手！你们别紧张，妮妮给大柱吃的都是烧烂了的，没毒。就是你吃的太急太多，舌头才会发麻，一会儿多喝些水就好了。真的没事儿。江妹子，你可别诓我。放心吧，只是接下了2顿饭，别急着吃，得先排出来。这东西止泻，吃多了容易积食。妮妮别怕，爹爹没事，他只是吃累了。你看手指都扎破了，疼不疼？爹爹真的不生病，不生病，以后爹爹还要陪你玩呢。以后给爹爹吃东西，要先问过太奶太爷，知道吗？把这些根捣烂熬水给大柱喝，消胀气的，喝了就能好受。去吧。这草不就是喂猪喂羊的泥鳅串吗？人还可以吃点嫩尖，也能治病。它叫泥鳅串，又叫田边菊，能吃的嫩尖叫马兰头。别看我们当猪草用，现在捣根熬水就是消食的良药。若是身体结实的人，遇上身处野外突然腹痛，熬水不方便，可以拔泥鳅串，刮去根上黑皮，直接生吃。就是要记住，只需要指节长的一小段即可，不可多吃。泥鳅串全株入药，可以理气、消食、除胀。如果配合折耳根，还能治疗小儿积食。直接生吃那是猛药，中暑腹绞痛时可以救急。我这就拿回灶间，照您说的去给哥熬水。娘，这可是野草。你跟着学一点，别什么都不懂，事事要我操心。我记住了，娘，我肯定记住。又有肉干，娘，咱们现在天天这么吃，不用留着换钱了。跟着娘上山真是不错。这傻儿子，在和平年代老实过一生也挺好，现在这乱世也算是个福气。把这些给小满家送去，等天一晴，我就去采草药。各种药材时节不同，错过了就得等明年。咱们得存点药，以防万一。外面平定下来，这些药材还能换银钱，以后建设家园也就不黄了。徐家村人终于到了渝州府，可州府城门高悬，将越聚越多的流民拒至城外。说病还是不放人进去。你们拿着刀枪不去杀叛兵，只知道对百姓耍威风，眼睁睁看着这上千人淋雨不管。早知道这样，留在家里被人抢了杀了，也比在这受罪强啊。凭着狠劲，聂梵天不再愁吃，他喜欢这种被人敬畏的感觉。他心里从军扬名立万之情越发急迫了。渝州府因乱兵屠村的消息已封城，流民只能在城外扎营。大哥，你再喝一口。江婶子下午就让喝了，怎么还是痛了呢？我这肚子每月总要闹这么一回。好些了，总算是熬过来了。这泥鳅串儿真管用啊！既然缓解了，就说明泥鳅串起效了，让他继续喝几次，稳定效果。接下来喝些米粥护理肠胃，就不会有大碍了。你身体虚，得耐下性子慢慢养。多谢江婶子，我听您的，慢慢养。而以前大柱这肠胃一闹腾就是10天半个月，这次喝了江妹子的草根汤，半夜竟然就消停了。可不是嘛，看大柱这精神头，这草药是真对症了。婶子说能调理好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。只要能站起来，咱家就有希望。二瑞留在山上照看家里，你跟着我，
咱们得去看看山下的动静，知己知彼，才能活命。婶子，这都13天没动静了，山下还能有人吗？就是因为没动静，才更要看清楚。村子毁了，路堵了，咱们不能当睁眼瞎。以前总觉得村里的鸡鸣狗叫是嘈杂，现在才知道那种纷乱才是国泰民安。现在的村子已经面目全非了，肯定是徐有才他们干的。他们不光烧村子，还带着乱兵杀了赵大叔。不像是徐有才干的，他没那个本事，也没那个必要把村子毁成这样。恐怕他们自己也没了。他们也会死，他们那么多人，会并游泳，甚至是正规军。这些人杀人放火不需要理由，这里恐怕要变成战场了。小满，冷静点，这里的情形，回去别跟你爷奶说的太细，他们受不了。我知道了，婶子。看，这是番百草，也叫鸡爪餐，根茎带点甜味，能补气健脾，正好给你哥调理身体。这就是鸡腿根啊，我认得。原来它还是药，那我要多挖点，让哥每天吃1碗大补。这是野山药，也叫脚板条。虽然现在不是最佳采收季，但也能凑合用。挖的时候顺着藤往下，别弄断了。子，以前没听小天提过你们家吃这个啊？小天跟着村长走是对的。咱们在这山上虽然有吃有住，但外头乱兵屠村，豫州府都锁城了。当初要是没你爷提前毁路，咱们怕是也难逃一劫。哎呀，这东西可吃不得，要毒死人的，快丢了！长根伯，别扔！您认错了，这是野山药，没毒的。不可能，以前有人挖回来煮，苦得粘喉咙，连猪吃了都拉稀，这就是毒草。那是黄毒，长得跟野山药很像，但味道极苦且有毒。您看这山药的皮和须根，跟我尝一口，它是清甜的。还真不糊啊！看来我这几十年是白活了，差点把好东西当毒药。巧云把分到的桐子剥了壳备着，晚上应急照明用。这槐米晒干了是凉血的好药，剩下的花苞粥过水，咱们蒸槐饼吃。这二瑞娘真是天天变着法子折腾，不是药就是毒，咱这一家子跟着她天天在毒罐子边上崩塌。你看这麦子长得真快，有了这些，明年咱就不愁饿肚子了。光长叶子不行，还得有肥。咱们没牛羊，得想办法多活点小鸡，且吞看肥才行。这是谁干的？山里种地就是这样，怕鸟吃，怕兔啃。等收成时还有野猪，这豆苗是让兔子给祸害了。辛辛苦苦种下的命根子，绝不能让畜生给毁了。看来咱们得跟这些兔子斗一斗了。